可恶！竟然就没有人想到要去查一下管道的源头。陈叔还是这么狡猾。不是他狡猾，是这个原告代理人啊，疏忽大意。齐远，对于那个突然就出现的技术人员，他说的话我一点都不相信。说什么由于操作失误导致的重置，这也太假了吧！可是对于机器的数据，被告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咱可不能意气用事啊。我知道，我就随便那么一说。但是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呢，的确不能铁板钉钉说这个污水管道里的水呢，就是从江云化工厂车间里排出来的。难道就没有可能是江云化工厂他们连夜把管道给拆了，做了伪证？有可能。那你得拿出证据来证明你的可能啊。现在刑事罪检察院不起诉，民事赔偿又证据不足，难道我们真的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那些可怜的村民，他们应该怎么办呢？小马，你的心情啊，我能理解啊。但是啊，你是个法官，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你可以同情他，但是在庭上，咱们是要讲证据的，能不能行呢？还得看下次开庭啊，这个原告代理方啊，能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戴什么墨镜啊你？这不是怕被人看见吗？房间里边戴墨镜，这欲盖弥彰啊！这是。你说的对，有的人他就是欲盖弥彰。别跟我打什么哑谜啊，没这心情。那，看看这个吧。这是什么？这是我前两天盯上化工厂的时候拍的，我怀疑他们对管道动手脚，果不其然。你的意思是，这些管道是他们故意拆除的？原本这个管道是连着排污车间的其他管道？当然。愿意出庭作证吗？不愿意。为什么？你忘了，我还在体制内，我仅仅就是一个环保局监察大队的大队长。我出庭作证就暴露了，那我以后怎么办？我老婆孩子他们怎么办？我说了，我只能暗中相帮。如果一旦牵扯到现实中的利益，那我只能缩回脑袋。现在这样了，你还只考虑自己？舍己为人是美德，但考虑自保也不是缺的。算了，几张照片也不能说明什么，照得这么模糊，他们完全可以说这是厂里的一项正常的生产作业。但是你给我提供了一条线索，这个管道就是这几天拆除的，顺着这条线索，兴许能发现一两个证人。你这么一说，我还真发现一个蹊跷的事儿。就在那天晚上以后，排污车间的车间主任秦厚土就住院了。哎，小马。喂，齐远，那个本来郭润不让我跟你说的。他也不知道怎么了，可能是前2天工作太忙了吧，然后他就发高烧，引发肺炎住院了。住院了？我现在回我家给他拿了一些洗漱的东西，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医院看他？那为什么给你打不给我打呢？你还不知道吗？你们兄弟俩都聚一块去了，怎么样，去不去？好，那我现在收拾收拾，我去找你啊。好，那一会儿你家楼下见，拜拜。还是有着你呢。啊，是吧？对呀。出了不少汗，是，给他倒点水。啊，没水了，我去打一壶啊。
姐，你怎么回事？这个人好像是码头村那个村民呢，就是不让我们采样、带头闹事的那个。是你来找他干啥？哎呀，有人跟我说，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江阴化工总厂的排污车间突然灯火通明，连夜开工，不知道里边在干什么。但是没过多久，里边就有人因工伤被抬了出来。这个人就是车间主任秦后土，受了什么伤？刚才我以律师的身份在护士那儿打听到，是重物砸伤脊椎，导致胸部以下瘫痪。其实你想啊，一般的化工厂都是管道林立，然后盘根交错。我想这个排污车间也是这样。假设在拆运的过程中间，有一节管道从高空落下来砸在他的身上，没把他砸死，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哎，那你也不能把这个事儿跟我说啊，因为我是这个案子的审判长，不能跟你单独讨论的。明白了，我现在就自己去问问他。我都跟你说了，没有的事儿。这是我正常工作，从梯子上摔下来的。你说的什么排污管道，我从来没看见过。你说你都被他们害成这样了，你还替他们说话呢？没人害我。哎呀，气死我了！你说你不替自己考虑，你也得替你的家人考虑吧？你说他们没了你这个顶梁柱，他们怎么办？你放心，只要你说出实情，我一定帮你争取到赔偿。我就是为了他们才什么都不说的。你说你帮我争取赔偿，能赔偿多少？还得争取，争取不到呢。我告诉你，只要厂子在，不用争取，我们全家都不用筹钱。你说我选哪一个？好一点吗？行了行了，郭伦，你姐夫来了。郭伦，你替我问一下，他怎么样了？你怎么样啊？你俩真是够了。你要不要吃橙子？我帮你剥。哎，我们家少爷啊，不能是剥橙子，从小就喜欢切8瓣吃，4瓣都不行，啊！来，给我，这是少爷的风格。不愧是自家人，了解那么清楚。郭伦，你姐夫说的是不是真的？我这习惯还是跟我姐学的。你放心吧，我会把你姐找到的。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你也放心，我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给你的光辉形象抹黑的。你们俩都放心，你们俩的话我都已经听到了，我记住了，我来作证。如果你们谁做不到，谁就请我吃饭，好吗？好。没了，我们走吧。爸爸，你看，宝贝儿，哪来的？说呀，哪来的？你是不是又到码头村那条臭水沟里去套龙虾了？跟你说过几百遍了，那条河有毒。你干嘛呀？孩子这么小，等什么呀？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等以后爸爸死了，谁来保护你呀？进来。陆律师，外面有人找你，他说他是江云化工厂的工人代表，代表秦后土要跟你讲话。秦后土。现在就码头村村民状告江云化工总厂和齐州市环保局一案，继续开庭。审判长，原告方请求传唤一名证人，证实那节管道确实连在江云化工总厂的排污车间内，而且也确实他们长期向这些管道排放不经处理的废水。批准，证人到庭。证人，你的姓名、出生年月日还有职业。我叫秦后土，是江云化工总厂排污车间的车间主任。原告代理人，你可以向证人发问。好的，审判长。1月13号，也就是9天前的晚上，你是不是接到厂长沈卫红的指示，将江云化工总厂排污车间内的一节管道拆除，并且铺上了快干水泥？是的。你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厂子里害怕有人知道我们偷排污水，所以要清除证据。那天晚上，8个工友和我一起拆除了管道，并且把管道的阀门封死，然后在上面铺了30厘米厚的快干水泥。第2天又敲开了干了的水泥，证明那些管道只是个断头管道。这些其他工友都可以证明。你加入江云多久了？6年零1个月。根据工商部门的注册信息，江云化工总厂是2007年注册成立的，也就是说，你是在该厂成立4年之后进入该厂工作，是这样吧？是的。那你知道那些管道是什么时候安装的吗？我进厂子的时候，那些管道就已经在了。也就是说，从你6年前进厂到2个月前，江云化工总厂一直在利用这些管道偷排废水，直到
1周前，江云化工总厂为了掩盖事实，他们拆除了这些管道，是这样的吧？是的。好的，审判长，原告方的问话完毕。好，被告代理人，有什么问题要向证人发问？好的，审判长。证人，你于1月13日晚间在江云排污车间作业，之后发生了什么？发生了意外，一节管道掉下来，正好砸中了我。这次意外造成你的残疾，导致你的胸部以下全身瘫痪，是不是？当你知道后，你的心情如何？你是不是很怨恨？你瘫痪了，你不恨吗？没错，谁摊上这样的事，谁能不恨呢？所以你把这次单纯的工伤意外归咎于江云化工总厂，是不是？你想通过诬赖化工总厂发泄你心中的不满，是不是？我没有。你有。审判长，我这里有一份材料说明，是江云化工总厂的厂长水卫红写的。他说，在证人发生意外之后，他们第一时间与证人去协商了赔偿事宜，很可惜没有达成一致。证人还要扬言说要化工厂付出代价。证人，你所说的付出代价是不是今天的诬陷？不是这样的，我说的都是真的，是你在撒谎。到底是谁在撒谎？你刚才所说的只是你的一面之词。你处心积虑地诬陷化工总厂偷排污水，就是为了多从工厂里得到一些赔偿，就是为了满足你的个人欲望。被告代理人，请你控制好你的情绪还有言辞，听清楚了吗？对不起，审判长。证人，你有证据可以证明你的证言吗？还要拿证据来证明我说的话？我拿什么来证明啊？审判长，被告代理人问完了。证人退庭。审判长，我这里有一封联名信。1月13号晚上，参加拆除作业的8位工友的证言，他们全都证明，当天晚上他们确实拆除了江云化工总厂排污车间的排污管道，而且根据他们进厂时间的不同，他们都证明江云化工总厂一直在利用这些管道偷排污水，其排污设备基本不用。而且他们还证明1月13号晚上，他们受厂长水卫红的指示，将这些排污管道拆下来之后埋在工厂后面的土丘下面。原告方根据联名信挖出了那些管道，并且拍照存证，请合议庭一并过目。执行法警将信件呈上。这8位工友啊，在得知证人愿意出庭作证之后，他们也答应出庭作证。他们担心的就是被告方抵死不认，担心被告方用证人的伤情来攻击证人，所以他们联名写下了这封联名证书。联名信的最后一位，也就是江云上次请上庭的那位误操作排污设备的技术人员，他承认，当天在庭审上，他确实撒谎了。他从来就没有误操作过什么排污设备，都是厂长水卫红逼他那么说的。而且，他愿意再次出庭作证。第一被告代理人，你对于这封信有什么质疑的吗？暂时没有。第二被告齐州市环保局代理人，你有什么质疑的吗？没有。由于本案出现了新的证据，本合议庭决定暂时休庭。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陈叔的表情？
就像吃了只苍蝇一样，真的太解气了。钟律师的这证据一拿出来，他就彻底的哑火了。对，现在啊，审理已经结束了，我们合议庭啊，尽快的宣判啊，确立这个赔偿关系，好让这个老百姓呢尽快的拿到赔偿款啊。好，罗总已经在屋里等你了。罗总，陈述到了。罗总，这2天全国3大网站都在报道江阴化工厂的事情，再这么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对我大工集团非常的不利啊！我想用不了几天，等吴叔叔、宁阿姨知道这件事情的话，那就不好玩了。这个，罗总，这次的案子实在是……你有话快说，有什么办法尽快了结这件事情？你告诉我。我想现在只能做庭外和解。怎么和解？我们可以跟他们商量，我们也提出一些条件，与他们达成一份息事宁人的和解协议。就这样？当然，赔款是最好的方式。可你有没有想过，这赔款是多少数目？大工集团承受得了吗？如果对方死缠烂打，揪着你不放怎么办？狮子大开口怎么办？罗总，事到如今，我们只有弃车保帅了。可是你千万别忘记了，市中院里还有一个齐衡。这事他能答应吗？能通过吗？罗总，他答不答应不重要，只要原告答应就行。当然，还需要您去相关领导那边吹吹哈边风，给他一些压力，这样可更有利于我们达成协议。我不同意。钟律师，钟律师，这还没说2句，你怎么样走呢？坐下说，坐下说。说什么呀？这份协议，我方是不会同意的。你先回来，我们慢慢再商量吧，对吧？再说说啊！商量什么呀？商量？好，你说。行，你看啊，你提出的要求我们都答应了，不但如此，我们还每人多赔10万块钱。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算什么吗？自本协议达成之日，原告任何人不得接受媒体采访，不得公开表明自己是环境污染受害者，不能对外表明或者暗示自己的患病与江云化工总厂的生产废水有直接关系。你们这是在撇清关系。怎么了？事已至此，到现在了还不肯承认你们的犯罪事实吗？钟律师，这有没有犯罪啊？法院判了才能说。我们之所以答应达成庭外和解，也是出于人道主义考量。江云化工总厂作为江县的龙头企业，对村民也是负有一定道义责任的。我们既然在江县赚了钱，那么拿出一部分作为村民的福利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你非要说村民得病是江云化工干的，那我方是不会承认。好啊，那我们就等法院判吧。对，首先，法院判了，你们每个人就拿不到那多出来的10万块钱。其次，法院判决之后，
执行起来也是一个很冗长的过程。钱真正到村民的手上，那也不知道是猴年马月。所以，我希望只要你答应调解，我保证，我的委托方可以马上把钱打到账上。这样，钟律师，咱们先坐下啊，咱们就这个条款呢，咱们再协商一下。不协商，我方不同意。哎，钟律师，钟律师，钟律师，我看陈律师，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啊，改天我们再约一个时间再协商一下啊。这脾气有意思，先走了啊。行，陈律师。钟律师，钟律师，生气了，啊？这样，咱俩聊聊。聊吧，走，啊，啊，来，啊，坐。哎呀，消消气儿啊！你不是想劝我接受那份协议吧？他们这份协议啊，你别说啊，有掩盖的用意啊。何止是用意啊，是明目张胆的为自己开脱。这个，黎明啊，我想问你啊，你为这个码头村的村民打这个官司，你为了什么？为什么？为码头村的村民讨一个公道。那我问你啊，这个公道，你讨到了吗？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他们答应赔钱了，是不是？而且还答应多赔一部分。你是想劝我见好就收？祈愿，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啊。我不见得是你想象的那种人，啊，我知道你想什么，啊，你想叫这个江云呐，对自己的这个行为负责，你还想叫社会啊，还有老百姓都知道江云化工厂，它呢这个污染环境。害了人，你同时呢还想叫这个其他的企业和整个社会，啊，给予警示还有威慑的作用，对不对？知道了还来问我？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啊，你如果要是达到庭外和解了，不见得这个社会上就听不到你的那种声音。如果和解了，给钱了，啊，那也不见得所有的老百姓啊，就都认为这个江云化工厂啊，活菩萨、大慈大悲的大恩人。那为什么不能通过白纸黑字把他们的过错，不是罪过明确下来呢？这个有时候啊，这也是我们法律人啊矛盾的地方。我们法院啊做的每一个宣判。尤其是民事的判决，因为我们最根本的出发点是尽快，啊，尽最大的可能给这个被害人呢争取到最大的权益。你好好想一想，这些东西对于码头村急需用钱来保命的、来治病的人来说，啊，那祈愿我问你啊，法律到底是正义的审判，还是只是伤害的赔偿？到底哪一个比哪一个更重要？你说。李明，你说的这个呢，我想是不是码头村老百姓眼前急于解决的？你的这个问题啊，我想也没有人能给你完美的答案。哎，阿姨，您去超市买东西吗？啊，想买桶油。那您能帮我一忙吗？帮啥忙啊？就那超市地上有一袋方便面，还有一罐奶，能帮我拿出来吗？你自己怎么不去拿呀？我看见那里面一直在哭，我就挺吓人的，有点害怕。
我来吧，我来。没几步就到了。我给您送过去，给您送过去，互相帮忙嘛。您帮了我的忙，我也帮您送回去。哎，你怎么惹着那小宋了？我没惹他呀。那他哭啥？那谁知道啊？哎，也难怪哈，这闺女没了，他能不哭吗？嗨，那闺女没了，失踪了就找呗，哭也没用啊，是吧？嗨，找啥找啊？那夫妻两个自己顾自己，谁还去找孩子啊？我可没见着。哎，往这边走，这边。哎，我看着他那爱人不天天开个车悬赏60万吗？不找着呢吗？嗨，那都是做样子的，给别人看的。为啥呀？我哪知道为啥呀？我跟那宋丽敏认识可不是1天2天了，我整天在他那油盐酱醋的，他找不找闺女还瞒得着我啊？哦，哎，你到底是干啥的呀？我是帮那个胡大婶办事儿的，他儿子在监狱里面不是受了冤屈了吗？哦，我知道了，你也是冲那60万来的。嘿，给我吧，我到了。郑主席，张少，真的抱歉，我刚刚知道乔伊和您的事儿，谁点的？我要是查出来，我非把……哎呀，行了，我现在也不想追究到底是谁报的警了。张少，现在不是这个事儿，最大的问题是乔伊已经去医院做身体检查了，据说还要做司法鉴定，认定他被强奸了。啊？本来都没事儿了，不知道谁在后边给支的招。现在这孩子铁了心了，就要告您强奸。张少，真对不起，我真不知道他是这么一个人呢。你等会儿。哎，我问你，那女孩到医院去检查，谁陪她去的？也是我们总裁班的一个同学，叫鲁春阳，波动网的总裁。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公司的网络作家，女的叫白小莲，他们一起去的。哎，等会儿你，波动网？对，黄雨红，他们那个喜游网收购的那家网络公司吗？对，乔伊就是鲁春阳带到9局上的，所以，啊，我明白了。啊，谢谢你啊，辛总。以后这事儿啊，可能还少不了要麻烦你。应该的，郑主席您随时吩咐，张少您随时吩咐。你先回去吧，谢谢啊，我跟一伟再聊2句。哎，好。对不起。你现在知道鲁春阳的底细了吧？王雨红的手下。黄四海现在在监狱里面，那事儿你知道的啊。你们那什么，平城4少一下少了俩，一个坐牢，一个没命。我当然知道妈，那聚会我不也在呢吗？就别提那事儿了，你爸生气就是跟那个事儿有关系。我们现在去求黄雨红的话，那黄四海的事情肯定回避不了。妈，那根本就不是一码的事儿。那黄四海是过失致人死亡，我这算什么事儿啊？哦，因为我这点小破事儿，还得把黄四海给捞出来，真逗。你真以为这是小事儿吗？在我们这个家里面有小事儿吗？我告诉你啊，无论你出了什么事情，对咱们整个家庭影响都是一样的。整个家庭，行，我就为了这整个家庭去找乔毅，行了吧？让他配合咱们不就完事儿了吗？就这点小事，浪费我这么多时间。你真能搞定吗？什么事儿在你们那儿那都是天大的事儿，是因为你们当官都当怕了，我这儿那就是一顿饭，一束花的事儿。哼，哎，实在不行，那就2顿。要真是你想的那样就好了，儿子。大哥好，妹妹好。来，
哎呦，你这也太不讲究了吧！我还喝呢。来，坐着说。我刚从沈广军他嫂子宋丽敏那儿回来，有了新的发现啊！什么发现？这个沈广顺天天开着那个改装的面包车啊，找他女儿苗苗。宋丽敏为了苗苗失踪的事儿，跟沈广顺已经离婚了，这事儿大吧？是不是对女儿感情很深啊？人之常情。胡雪娥为了他儿子沈广军啊，豁出去了啊，大闹会场自杀，无所不用其极。明明知道我是捞偏门的，盯着他那个60万的房子，他还不忌讳。只要我能办事，哪怕有1/1000的希望，他都全力配合。这是人之常情，对不对？你想说什么？我想说的是，按道理，宋丽敏跟沈广顺他们要像胡雪娥一样的下功夫去找他们的女儿苗苗，是不是？是。可是现在我发现，这两口子好像找女儿这事儿，并没有那么上心啊，只是拿这个说事儿啊。这什么道理啊？我从宋丽敏那个邻居老太太那儿听到一句话，我很受启发。说什么？他说宋丽敏和沈广顺这两口子根本就对女儿没有什么感情，他们也没有下功夫去找孩子，他们只是把这件事做做样子给别人看。真的？咱们做个实验吧，啊！这个是沈广顺那个改装面包车上的广告电话，我的电话胡雪娥知道。这样用你电话打一下，就告诉他你发现了他女儿苗苗的线索，看他怎么说怎么反应，好不好？这事儿我不干，人家丢了女儿，我打电话骗人家，我这事儿干不出来，于心不忍。怎么于心不忍了？我认为他们的女儿失踪跟小树林谋杀案有直接关联，这么重大的案子可以一试。打。喂，沈先生吗？我知道你在找你的女儿苗苗啊。我知道点线索。2年前啊，我经过那片小树林，我看见。挂了，再打。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关机了已经。按理说，你就是接一个骗子的电话，提供你女儿的信息，你总得分辨一下真假吧？这倒好，啊，没什么态度，语气也没什么变化。所以啊，我倾向于认定宋丽敏和沈广顺的女儿苗苗在小树林谋杀案中已经死亡。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事情可就全不一样了。是啊。
沈广军是为了找苗苗才进了小树林，发生了凶杀案。法院最后定罪，没有苗苗死亡这个证据，影响这么大的一个重要案件，任何一个证据的变化都会直接导致整个证据链的崩溃，也会导致整个案件发生不同的变化。没错。如果我能找到这个新的突破口，找到新的证据，胡雪娥那60万的房子可就归我了。阿和，你说吧，我怎么跟你分啊？毕竟你给我提供了这么多秘密的情况。说什么呢你？你以为我何树国稀罕那点钱呢？是，明白。你老何是混官场的，只要能往上走，钱算个屁。越说越不像话了。我告诉你啊，有些话你就在我这儿说说，你要在外面说，你死定了你。什么死定了？我怕什么呀？我靠本事挣钱，我又没犯法，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哎，问你点正经事儿啊，我给你开那旅社，前台那小姑娘跟我说，你这几天都没住在那儿。你干嘛去了？小树林啊。哪个小树林？还有哪个小树林？徐大发被沈广军杀害那个小树林啊。胡雪娥那房子60万呢，我不得下点功夫找破绽啊？你成宿都在那小树林待着，不害怕呀？只有半夜我才能安静下来，我才能琢磨事儿。反正在旅馆里也睡不着，那还不如到现场去看看，找找灵感。真行你！我一会儿还要去，你要不要一块儿去？不去。好好考虑一下，要不要一块儿去，找到感觉。啊，这关总算过去了。哎，我说哥，这次有违您送包不送花的原则呀。哎，你是不是真对这妞上心了？妞什么妞啊？上什么心？你过去给人道歉，不得有点诚意？是，什么都不。对，我上去了啊。哎。找550那位女孩吗？对。她下午的时候搬走了。啊。那您知道她不？算了，您应该也不知道。谢谢啊。没事。哎妈。我来找乔伊了，他不在，搬走了。您不用担心，一个小丫头片子能有多大本事啊？他住哪儿我已经知道了。妈，这事儿别跟张小成说，你要跟他说他又炸了，我自己惹的麻烦，我自己能解决。都在这发现什么了？琢磨了几宿啊？说实话，真没发现什么，就是在这棵树上画了个道。画了个道？根据你给我那个卷宗啊，我得出一个结论。当年徐大发案发的时候，沈广军的车就停在这棵树的旁边。我仔细研究过，就这棵树，没错。我知道啊。那画这干嘛？有什么用啊？不知道。我说，
你在林子里是睡睡袋呢，还是啊？哪儿去啊？之前有这玩意儿吗？没有。那你觉得是谁挂在这儿的呢？不知道。你觉得他挂在这儿，想表达什么意义呢？不知道。那你叫我来干什么呀？叫你来帮我忙啊，帮我找线索呀。这是60万的房子，要真是能有贡献的话，咱俩分呢。我以为你在这儿住了几宿啊，全都想明白了呢。起床了，起床了！这把盆儿给我拿来。哎，好嘞。尿脚了，你看不见呐你啊？有吗？你瞎呀你啊！那么大车你看不见？没看见。这他妈尿呢！报告政府，黄四海他没事找事儿，一泼尿啊，全都尿到我脚背上了。你是不是欠揍？闭嘴！我看你也欠揍。报告警官，是他们要打死我，我真的没法在这待了。胡说八道！监狱里能打死人吗？我要见教导员，我要见分监局长，不，我要见陈监狱长。王四海，你少装蒜！这种小摩擦还要见监狱长？我们是干什么吃的？就是嘛。啊！不要忘记了，你们在服刑期间打架斗殴，只会延长你们的继续改造时间。他们说要见我一次，打我一次。谁说？你说的。你听见没？有人指控你施暴，我今天就把话撂这，以后他身上多一道伤痕，都要记在你头上。政府，他自己摔伤的有啊，怪我。这四周都是监控，他自己故意摔伤了，关禁闭扣分的是他，不是你。哦，陈永民。王四海就交给你了啊！以后他出什么事儿都算在你头上。是。出什么事儿了？哦，教导员，你过来了。这个王四海跟人打架，是吗？王四海，你可是刚刚立功减刑的人，为什么要跟人打架？你这逻辑说不过去吧？报告教导员。不是我要跟人家打架，是他们要打我，他们处处为难我。你胡说什么呢？明明就是你挑的事儿。警官，他们处处都针对我，他们就是嫉妒我能立功。上次他诬陷我说在他被窝里放大便，这次又说我尿他一鞋。当时进监区的老大，我怎么改啊？报告政府，黄四海颠倒黑白。一泼尿啊，整全都尿到我脚背上，谁敢惹他？你说谁敢惹他呀？你想有一个卖黄碟的，我敢惹他吗？够了！对，是政府。哎，编队，哎，什么事儿？是。哎，我马上跟领导请示啊。
领导说了，说只要是一伟的事儿，随时如实的汇报。啊，哎，你这样，你把那个详细情况发到我微信上，我现在就去汇报。啊，哎，好。同志们呐，我呢，眼看着就要离开了，说实话，这心里头还真有点舍不得这个地方，但是因为工作需要，不得不离开。个人的感情，最终还是要服从工作大局的，是吧？所以最后我还想跟大家谈一谈工作上的事情，好吧？关于刑事执行检查这一块，我们面临的考验还是很多的，尤其是要下大力气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推行的巡回检查这项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制度，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还有监狱的协作配合，贯彻落实好党的刑事司法政策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共同提升罪犯的教育和改造质量。同时呢，我们要结合检察工作的实际，充分发挥好巡的优势和驻的便利，进一步提升法律监督的实效，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事业的创新发展。具体到案例上，就比如胡雪娥上访爆出来的930谋杀案，这个案子我们已经忙活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到现在还是无法了结，这说明什么呢？刑事案件一旦服刑，那就意味着一个服刑人员他这一辈子都要受到巨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有任何的漏洞、任何的问题，都可能让服刑人员有理由提出申诉啊。我们的工作就是不要给他们任何挑毛病的可能。也就是说，我们办案要极其严谨，不能留下任何毛病。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对自己讲，我们完成了组织上赋予我们的使命，同时也保证了人民的正义。好，谢谢。我最近老爱用这个词啊，主要是因为这个词啊，现在在网上已经成了表情包了。对不起，我先出去一下，你们先接着聊，好吧？张书记，这是您的欢送会，您走了的话，我们聊有什么意思？哎，有意思啊，我可是有感应的啊。你们聊。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黄四海没事。开个例会啊。政委呢，让我说两句。其实我没什么可讲的，因为最近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2监区出现了重大的责任事故，我们怀疑5分监区长郑瑞打断了服刑人员沈广军的胳膊。这件事情如果弄不好，郑瑞面临的是刑事责任。大家应该很清楚，也很明白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有就是1分监区也出现了问题，服刑人员黄四海因为立功减刑，遭到了同监区的服刑人员的妒忌，多次和同监舍的罪犯发生打架斗殴。我想做个调整，我这想法呢跟政委汇报过了，也跟柴科长呢打过招呼。我想把这2个家伙对调一下，让他们远离现在的环境，至少不会出现其他的问题。黄四海跟沈广，你能等我把话说完了吗？不是，监院长，
我等不了了，你让我说2句啊。黄四海调走，我们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调一个更麻烦的沈广军来，我们可能接受不了啊。我们一监区本来人手就不够，现在我们监区长老婆在医院生孩子，休假还没回来呢。这黄四海换沈广军，我张罗不开呀。好了，我说现在调，沈广军的胳膊折了，等他做完手术恢复好，再调到你们一监区，至少得2月吧？不是你着什么急？不是你着什么急？陈姐，打断一下，就是您的意思是说，沈广军我们还得看着，黄四海也调过来了，我们也得看着，这等于是2个刺儿头，2个烫手的山芋全得我们看着。现在那个郑瑞又停止检查了，我担心，我只是担心啊，担心我们这儿也张罗不开呀。我个人意见啊，罗监区长的担心，我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2监区是犯人最多的，刺儿头也多。本来小郑是我们的得力干将，可是现在在停止审查，所以2监区的人手真的是不够。行了，打太极呢？你推我搡呢？你们还是不是党员？觉悟到哪儿去了？一个个年轻怕重，遇到困难都想往后躲，这是什么工作态度？本来今天我不打算讲话的，可我心里憋着气，这都是你们弄出来的问题，可就是没有一个主动请缨出来解决的，都想着把麻烦往别人身上推。我想问问大家，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吗？陈监狱长，黄四海和沈广军对调的问题就这么定了，不用再做思想工作了。好，下面主要讨论一下2监区5分监区长郑瑞殴打被监管人的问题。李科长、柴科长，你俩为主，配合检察室的同志开展调查。郑瑞同志究竟有没有殴打监管人员？如果没有，我们一定要还他清白；如果有，我们绝不姑息。是。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啊？你们还可控，控什么？是控制舆论还是控制公安呢？又是郑双雪出面干的这个事儿吧？不是领导，没人干涉这个事情，只是因为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定性，还有挽回的可能。那你刚才说的可控是什么意思？嗯？我问你，如果张一伟是胡雪娥的儿子，你还会不会说可控？说到底，就是因为我是政法委书记，我可以搞特殊化，儿子犯了法还可控，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个事情我不管，我也不挽回。张一伟自己干的事情，让他自己去解决。领导，你先坐下。这个逆子，他可真会挑啊！他挑了这么一个最可恶的名声送给我，您先别生气。哎呀，本来这事情已经过去了，谁知道这姑娘又自己又跑到医院去做检查去取证，结果就变得复杂了，所以编队才说有必要向您汇报。要是能压下来，你们就不向我汇报了。现在压不住了才向我汇报，是不是？不是，那我们您工作这么忙，我们不能事无巨细的都跟您。张一伟的事情就是要事无巨细的告诉我，你郑双雪还有边国立，你们不能瞒着我搞事情，尤其是我家里人的情况，全都不能瞒着我，你知道吗？是，知道了。这些东西全都拆了吧，不用打包了。
不是亮，那咱们还要办。我赵一伟的事情上了舆论，我这个政法委书记就干不了了。组织上就是再信任，我也没脸再继续干下去了。还办什么办公室？大人，事情没那么严重。一区组织郑胜雪还有张一伟，今天晚上让他们两个回家，我要亲自找他们谈一谈。那我现在就去动。爸，这是我第一次赚的钱给您买的英雄钢笔，祝您在仕途上能够越走越远。监狱医院我亲自去过，医生说沈广军的胳膊已经骨折了，但是以监狱医院的条件没法做正骨治疗，所以正在申请服刑人员到社会上的专科医院去就诊。吴姐，熊姐，小罗啊，来坐下，我们开个短会。少峰啊，你接着说。虽然这个诊断结果目前还不能确定，但是沈广军的情况确实是非常严重，尤其他现在正在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这时候在监狱出事儿，很可能会引发更大的问题。会有什么问题？沈广军的母亲这胡秀娥不是刚出事儿吗？那闹得满城风雨，现在所有人都盯着咱们呢，就看着这沈广军的案子往哪个方向发展。可是这时候他胳膊突然折了，这消息传出去，恐怕会引起舆论的反弹，尤其是监狱干警殴打罪犯，那这舆论到时候可能就不会站在咱们这一边了。在查明郑瑞是否违反纪律殴打沈广军之前，谁会把消息传出去？未经查明的事，谁敢传出去？谁叫负责任的？少峰啊，网络上你说话比较多，你当心别说漏了嘴。这您放心，我嘴上有把门的。而且我这节目每次在播出之前啊，脚本和内容都会交由这个省院的这个新闻办去审核通过。你放心，不会捅娄子。还是小心点好。现在不像从前了，网络这个东西啊，我们是很难。好了，说正事儿。沈广军的案子呢，非常敏感，非常复杂，网络上呼声非常之高。上级已经决定重新调查930杀人案，所以你们俩要严谨细致地提前做好准备工作，随时根据上级的部署和要求展开重新调查。不管是关系到930杀人案，还是郑瑞殴打犯人案，我们都会非常谨慎的。你的床铺在那儿。班长，到。黄四海编入你班，2监区的情况你负责向他介绍，让他早一点熟悉环境、人员和纪律的要求。是。黄四海，你有什么情况，及时向班长报告，及时向班长和室友了解。希望你在这里好好改造，别再闹出1监区那样的事情来。报告警官，1监区会出现那样的情况，都是因为他们嫉妒我、陷害我。我相信在新的环境里，绝对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我一定好好做人，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归社会，贡献社会。大话就不用说了，努力吧。是。行了，解散。
哎，刘蕊，刚才还念叨你呢，怎么样？监狱长怎么说的啊？任监狱长说了，让我先归队，等事情查清楚之后再说。我刚才吃了点东西，现在什么情况？一监区又给我们找事儿来了，是不是黄四海过来了？哟，咱们小郑消息还挺灵通的啊。范四良专门找我说过这件事儿，说想让咱们接收黄四海，我当时就一口给拒绝了。我说，除非他们愿意接收陈广军，我就愿意接收黄四海。郑水，不是我说你啊，以后你少吐这口，别出这种馊主意。在工作会上，范四良就是这么说的。没想到监狱长竟然答应了，说是把沈广军调过去，可是他现在还在医院里住着呢，等着去社会医院就医呢。你们俩的事儿没完，怎么能马上调过去啊？现在事实就变成了沈广军和黄四海都在咱们这儿了，这太不公平了。有什么公不公平的？那吴政委会上都发脾气了，说咱们工作就是挑肥拣瘦的。那他范四良把烫手的山芋推出来，就不是挑肥拣瘦吗？行了行了，别在背后议论领导了。郑蕊，这刘铁以后你要好好带带他。刘铁咋了？刘铁，你太软了。刚才黄四海2句话就把你给镇住了，以后你怎么开展工作呀？以前一直是郑分监区长主持工作，我辅助他。现在他突然停职，我确实不适应啊。刘铁，这个黄四海啊，确实是个人物，你一定要小心盯着点。如果自己应付不了的话，就培养几个积极力量；如果还不行，就给他安排一个包家，人多力量大嘛，明白吗？郑分监区长回来了，我压力小多了。压力小多了，郑瑞的事儿还没结束呢，他有可能还调走呢。要是沈广军真把我给诬陷成了，那我就脱警服不干了呗。我还就不信了，我们这么多同志，又是一级党组织，还有检察院的监督，这点事儿还查不清楚了？郑瑞，这我就得批评你了，动不动就说要脱警服不干，还有没有党的组织纪律性？受点委屈哭着喊着要跑，你还是不是个党员？党员就该没脾气，党员受了委屈就得忍着。行了，别说这么多废话了，干活去吧。我提醒你们2个，这黄四海可是个人物，你们2个要好好的下功夫，知道吗？哦，对了，监局长、教导员，你们呢也对这个沈广军下点功夫，别他哪天真抱着我一起同归于尽了。哎，这臭脾气！领导，您别太生气了。上午还在省委开会，布置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这话音还未落呢，我的儿子就强奸民女，这不是黑恶势力是什么？他要是黑恶势力，你们这些替他遮遮掩掩的人又是什么呢？就是第1层保护伞呐。那么我呢？我就是他们的终极保护伞。